在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整个地下室的窗户，有的是没有窗户，有的只是一个铁网，然后有的是这种木头框的窗户。在去年下非常非常大雨的有一个时间，我家这个木头窗户也好，还是网的窗户也好，都是从外面往里面灌水，它是往里呲的状态。所以呢，这回我们打算把所有地下室都安上塑钢窗。这个就是我们买的窗户，3层的，长是80，但是我们家这个地下室的窗户都是统一差了大概4厘米，所以现在需要把每一个窗户的墙面给它刨下些一块。大概我家有2到3扇的窗户的墙面是拿木头给它一个一个这么搭好的，是地板上墙那种，这都是以前原房主弄的。现在就要把木头先锯下去，然后再刨墙。看这边有螺丝钉子，这有小细钉、铁钉。刚才我们拿这个圆锯，寻思把这面木板都锯一块，然后好弄。结果大家看，这个木板里面都是这个钉子，就这样，就不能拿圆锯弄了，就得一点点手动。就任何机器带锯片的，看这种东西，只要一打到铁的东西钉子上面，瞬间就容易炸呀，或者是弹飞什么东西，非常危险，就跟那个小手榴弹似的。这个墙，我们自己做的防水，大概刨了多大？就这些线能看的，那还好哈。还好没有破坏它这个主体的结构。你看这后贴的，你看下边是双台印儿。就以前它这整个是一斜坡，是后天的。哦。就是以前的设计是，只要一下雨的时候，这水就能往里淌。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？缺水吧。试试吧。这小白窗户多敞亮。这块还差点，稍微多出一点点，就差这一点。这块有点暴力啊。你得把这画改一下，所有关于暴力你都变成艺术。你这块很艺术啊！你看这就不一样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像我们家房子是60几年盖的，69年，那地下室相对矮一些。看，伸手已经站上来，已经到顶了。现在新盖的房子地下室都稍微高一些。再老以前呢，我们看过一个房子，那地下室那上面的墙刚刚够我的脑袋，然后他呢需要猫个腰在这走。看这底下全是我家拆下来的地板呐，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来，助助兴，唱个小曲儿。你真棒，你真棒，你真棒啊！我兜里的3岁人都蠢蠢欲动了，唱这个。现在这个屋的这2个窗户都刨完了，换下一个屋继续刨。都刨完以后，然后再一起安窗户，因为这个发泡剂，用完了以后，它会有一定的时间，它就会干了，就不太好整，所以统一弄。看看这个呢，屋就是我家的洗衣房，这就是一直原始那种洗衣房，我们还没动过。头前这个灯是一个管灯，就是国内70、80年代、80、90年代那种管灯，特别费电，还带跳泡的那种。这块我们来以后，它这块是坏的，我们就自己接了一个灯泡。这块这个口真大哈。这边做的大。现在窗户已经让我们这么个方式固定住了，因为它这块是个斜坡。就是先把大概固定住吧，然后底下这块我不用把了吧？不用，用气泡砖把底下封死，然后留一点点边，然后再打一层那个发泡剂，然后把窗户开了之后，搁外边
再打一小圈发泡剂，然后待拉齐之后，再用水泥一糊。本身它就是个铁网，对吧？没有窗户吧？以前我过的脂肪都这样吗？这个就是以前那个窗户，对，然后再加一个铁网。对，我的天儿！这个铁网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德国的那个小洞特别吃老，没有它的话，就是小米奇会。我这个人。把手当时买的，开完之后这东西，看这个盖儿，来挤一点的，这个盖儿一掰，这样就开了，把它拧上去。现在窗是关闭状态，这个把手应该是向下的，我把它这么放进去，拧完，扣上，完事儿了，直接上开。地下室这屋我就打算就长期这么上开就完事儿了。像气泡砖有很多是拿电锯去拉，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用那个电锯，要不然就满屋全白了，啥也看不见了。能用手锯尽量用手锯，毕竟咱不是专业的去盖房子弄那么多。还有这个气泡砖呢，上面这个东西嘎完之后，它会有特别多那种细小的灰尘。可是你看这个仔细看，这全都是眼儿。全都是眼儿，一般的水泥你往上贴的时候它粘不上的，因为它有一层那个灰，而且它有眼儿，它那水泥根本进不去。我推荐大家一般这样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那个粘瓷砖的那个弗利森克利吧，用那个瓷砖胶，你使劲的去往上刮一层，就把它表面给它就是吸附住了。这时候你再用别的水泥操作就可以了。那像我现在不用那个瓷砖胶，因为瓷砖胶它本身防水不太好，它比较吸水，所以在今天呢，我打算就用 Kalk 这种破瓷，还是先把它使劲去给它抹上一层，让它吃到这个眼儿里边，这时候再操作就比较硬实了。为了让它更好的吸进去，我先把这东西拿水过一下，抹一点水，把那灰尘什么就给它固定住了，这眼儿也露出来。这时候我再往上抹点水泥。这个就是 Kalk。这种铺瓷它的这个特性就是防水，而且它等干了之后它是比较有硬度的，就是能承受墙面带来的一定的压力。如果你是按照一般的那种别的铺瓷来做，抹墙的铺瓷和砌砖的铺瓷来做的话，可能将来会裂，而且它不防水。操作这个气泡砖整的水泥必须得赶紧快点，因为这种太吸水，抹上去一会儿就干了。现在地下室的窗户我们都已经安装完，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其实只要是不是特别大的刨墙，大家都可以。这回呢，再下多大雨我们也不怕了。我们墙做完了防水，窗户也安装完事儿了，这样有水就不会往里面往这个空的洞里面开始灌水，往屋里面。不管你是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法国，无所谓在哪个国家，只要你想自己做 DIY 装修，那我就会帮助你省很多的钱。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问我，你这装修是谁告诉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个以前的视频当中我有提过，大家可能没有看到那期视频，或者是也忘了吧。我们家装修都是从网上学来的，并且有一些东西网上不会讲的非常非常详细，也有一些很关键点讲的也不是特别好。加上我们买材料的时候
会到建材商场，然后会问他们的工作人员。毕竟德国人的动手能力真的很强啊，因为大家都想自己省钱，人工费这边大家都知道太贵了。包括我们自己的装修构思，然后自己的想法，然后结合实践，装修哪一块出问题了不好的，重新反复的弄，把最后精华告诉给大家。记得关注大伟，订阅我，想说什么记得有留言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